现在我们活得很累，不是因为有多忙，而是在生活里空闲的时间，你会不自觉的去关注身边的朋友在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也会去看网络上的人活得有多精彩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不是突然焦虑，而是在这种反复把自己和别人对比之下，一点一点把精力给消耗掉。你开始花时间去在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情，去窥探别人的生活，去关心他们最近在做什么，去哪里玩，买了什么东西。如果你是一个很敏感、很容易被外界影响的人，那么就会让别人的生活状态变成了你判断自己的参照物，他们会一点点占据你的注意力，让你很难真正把心放在自己的生活里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想来聊一下，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别人的生活这么上心，对自己的事情反而没什么耐心了。这一点我相信所有人都感同身受，我们人啊实在是太喜欢凑热闹了。人类天生就很容易被新鲜的东西吸引，只要一件事情突然变得很热闹，有很多人都在讨论，注意力啊就会被拉过去。哪怕你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参与，但只要遇到了，总会放慢脚步停下来看一下。特别是每到节假日，哪怕你年年都参加过的活动，哪怕前一天你已经在心里默默吐槽过，人肯定很多，没什么新奇东西可看。到了第二天，你身体会比理智先一步做出反应，拖家带口或者三两好友一起出门。尽管出门前就会预感到了交通路上会整一个大塞车，能堵个1个小时以上，停车场大概率也会被停满。一进去之后，果然是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只能停到很远的地方，或者是附近的收费停车场。真正进到地方之后，才发现排队比想象中还要长，队伍几乎没怎么动。你一边刷手机一边叹气抱怨，既然都排了那么久的队，你现在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最后终于轮到你了。整个过程发生的也很快，简单拍完几张照，看个10分钟后就走人。你所对节日的期待感都在等待和漫长的队伍中被消耗掉了。在回程的路上照样还是大堵车，根本出不去高速。这时你剩下的只有一身疲惫，脑子里开始复盘这一趟到底值不值，一边吐槽一边跟朋友说明年真的不来了。可等到下一次节假日快到，你看到外面又开始热闹起来，还是会照样出门再走一遍同样的流程。除了节假日和活动排队以外，还有个更经典的场景，那就是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很多时候真的就只是墙上印了几行字，或者一块背景板，照样能排出一条长队，都快排到下一个路口了。我们会看到很多年轻人早上8点就起床化好妆，特意挑光线最好的时间出门，在打卡点的前面反复调整角度、姿势和表情。我在这里说一句不好听的，如此自律的程度，可能在他们大学时期早8课都没这么积极过。大概排了30分钟的队，这下终于轮到你上去拍照了。这后面有些人开始不耐烦来回走动，有些人会试着往前凑，提前站位，有人假装看着，实际上是在抢角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真的很难拍到什么好看的照片，因为人是紧绷的，又被其他人催促，动作也不自然。拍完之后再看照片，才发现还不如平时没人的时候随手拍的一张更好看。我之前一个人在苏州旅游，去金鸡湖看日落，那里有个超级大的相框，我一看这队伍排的就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。但我呢，还是想给大相框和背后的日落拍几张照，想着趁别人轮流上去合照之前，能抓住几秒的缝隙拍照。结果这些人太疯狂了，上一组的人还没拍完，下一组的人就迫不及待冲上去，那场面真的把我看无语了。很多人这么执着于在地标前、在城市名字前拍照，说白了就是为了让别人一眼就看懂他来过这里。人啊，真的很容易被热闹所吸引，明知道过程很折腾，还是会想上前凑一下。等真正热闹看完后，你所获得的结果往往都不是最满意的。
这会线下凑完热闹了，你手机一拿起来，又开始接着看热闹。热搜榜看一下谁最近谈恋爱，哪个 idol 组合回归，哪部剧正在热播。这大部分的内容都和你的生活毫不相干，但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这些话题来得很突然，因为热搜本来就是花钱买来的，他们之所以能出现在你的屏幕前，不是为了和你生活产生共鸣，更多是为了被看到、被讨论，成为你和朋友们聊天的话题。你以为只要多看热搜，多关注网络上的信息，就是在了解世界，但实际上只是在不断接收别人的话题。比如你看到一位关注了几年的异国情侣在一起10年后宣布分手，评论区开始分析原因，选择站队，开始感到惋惜，还有人发帖子去责怪男方或者是女方。可你明明和他们生活没有任何交集，这情绪倒是被他们带走了。你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只是平白无故多接收了一点不属于自己的情绪。用英文说就是 mind your business。另外还有就是你会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，下意识点进他的主页，看看最近在干嘛，看他去了哪里，和谁在一起，生活好像过得还挺丰富，心里难免会对照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。还有你的前任，哪怕早就没有联系了，还是会忍不住看一眼对方现在的状态。这些事情看完后，你没有得到任何答案，你的生活该继续还是得继续，只是心里多少会有一点别扭，但又说不上来具体哪里不对。而这种多想就很容易变成消费，会开始认为该给自己的生活添加点什么，该换哪件东西，最后消费的源头都是从你过多关注别人的生活开始的。前面讲的这些凑热闹的情况，不管是在线下排队拍照，还是线上刷热搜，关注别人的生活，这些都会有长期的影响。先说第一个很现实的点，假如经常出现在高度密集的场合里，遇到意外事件的概率就会更高。像这些节假日、快闪店、演唱会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空间有限，人流复杂，再加上大家情绪都比较浮躁，一点点小摩擦就很容易被放大，因此在你前后左右发生的事情根本决定不了，所以只好避开这些场合，就是在帮你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风险。一般在意外还没发生前，所有人都不会去考虑这些有概率发生的事情。那第二个影响是，我们会越来越难判断什么事情值得被关注，因为每天看到的、听到的事情太多了，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都混在了一起。热搜上的新闻更急需你的回应，但是那些真正和你人生有关的事情反而变得没有存在感。很多热闹凑完之后，你回头想想看，其实也就那样，还是早点回家，少和人群挤来挤去，也把时间留给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要让你生活里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了只能关注别人在做什么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让我的视频被更多人看到，也是对小陈最大的认可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